此时此刻，叶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没反应过来，还是没想反应。顾秋怡柔软香甜的嘴唇亲吻着他，仿佛是对他施了定身术一般，让他整个人都感觉动弹不得。良久之后，他感觉到了顾秋怡不断加重的鼻息声，自己也感觉那种冲动越来越难以压制。虽然他不想承认，但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欲还是在两人心里不断蔓延，以至于让房间内都充满了一种暧昧的气息。叶晨心里忽然十分纠结，以前他一直把顾秋怡当作妹妹，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初那个小妹妹也长大了，不但出落得亭亭玉立，而且对自己痴心不改。现在她竟主动亲吻自己，甚至有些激吻的意味。这种感觉让他心理上排斥，生理上却又仿佛掉进一种无法挣脱的陷阱。纠结的同时，他对自己也有些失望，因为这一刻他才知道，其实自己的内心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定。这种感觉就好像以前以为自己没有弱点，但现在发现其实自己是有弱点的。眼看这种意乱情迷的感觉愈发强烈，他还是轻轻躲开了顾秋怡的索吻，低声说：楠楠，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你的名声可就毁了。顾秋怡倔强地看着他，反问：我在乎吗？叶晨无奈地说：你应该在乎，你得在乎啊。不，我一点也不在乎。顾秋怡回答得斩钉截铁，再次踮起脚来迎上他，怕他后退，还主动抱住他的腰，再次吻上他的唇。亲吻叶晨的时候，他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叶晨哥哥，我可以接受塔瓦纳亲吻你，因为我知道他的心里有你，可是你别忘了，我的心里也有你，而且已经20多年了。说完，他终于鼓起勇气，眼睛红红的，声音软软地说：叶晨哥哥，我知道你之前答应我爸妈那个所谓的3年之约，也不过就是个缓兵之计。我了解你的情况，也理解你的苦衷，我可以不要求你跟我结婚，哪怕以后都不结婚，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真的想为你生一个儿子。刚好你这次要在燕京待好几天，你就答应我吧，好不好？叶晨连忙摇头：楠楠，这种事情不是这么儿戏的。之前说了要给我点时间，为什么现在又忽然提起这个话题了？顾秋怡委屈地说：人家不是看塔瓦纳都亲你了吗？他既然都有这么大的勇气，那我的勇气应该比他还要大才对。他才喜欢你多长时间？我喜欢你多长时间？他既然有勇气吻你，那我就有勇气把自己给你。说完，他小心地拭去泪水，认真道：只要你点头，我今天晚上就跟你走，或者你跟我回家。叶晨只能耐心安抚他：楠楠，现在真的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别忘了，我是已经结过婚的人，如果我和你发生关系，你有了我的孩子，那我这算什么？婚外情，私生子啊。先不说你能不能抬得起头，我自己都抬不起头来。顾秋怡眼泪滑落，哽咽道：我就是想把自己给你，我都这么大了，一直在为你守身如玉。你知道娱乐圈那些人有多乱吗？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就像塔瓦纳，他的情史比百科全书还要厚，可是看得出他每一段感情都很享受啊。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被呵护，也希望能够享受爱情带给自己的一切，我也想。叶晨见他流泪，慌乱地替他擦拭泪水，犯愁地说：你说你，好好的你哭什么？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解决，
自己也有很多事情需要慢慢解决。你就不要被塔瓦纳影响了，你跟他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顾秋怡情绪稍稍稳定了些，但还是赌气地说，他爱过那么多人，每一个起码他都曾经拥有过。我只爱你一个，可是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你。叶晨心里也有些无语，要是把话题聊到这里，自己心里也很尴尬。自己有老婆，又有这么多红颜知己，可自己又拥有过谁呢？与萧初然总是有着一层奇怪的隔阂，时间长了，自己也失去了更进一步的动力。可是自己本身又是个相对传统的男人，有父亲那样的正人君子做表率，自己又不愿意做出婚外恋或者婚外情的行为。仔细想想，自己跟顾秋怡反而情况类似，都是为心爱的人恪守底线，但又在某种程度上有种爱而不得的困境。顾秋怡本来是有些撒娇和诉苦的情绪，可是见叶晨的表情竟然逐渐凝重且惆怅，心里忽然也意识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难道我心爱的叶晨哥哥与他的老婆萧初然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肌肤之亲？想来应该是这样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结婚这么久了都没有孩子呢？而且看叶晨那难以启齿的样子，就更让他坚定了自己的这种假设。这一刻，他自己心里的委屈忽然被他抛到了脑后，他反而特别心疼叶晨。他真想抱着叶晨在他耳边由衷地说，那个女人不愿意把自己给你，我愿意。那个女人不愿意给你生孩子，我愿意。可是仔细想来，这种时候自己不该再说这些话了，不但会揭开叶晨的伤疤，还会让自己显得更像小三。可越是这么想，就又越觉得满心的委屈无处诉说。其实我才是被插足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立志要做叶晨哥哥的老婆，而且有双方父母媒妁之言的。要不是当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我恐怕早就已经跟叶晨哥哥结过婚，孩子都已经生了好几个了，那哪还会有他萧初然什么事？萧初然，你要是对叶晨哥哥100个好，那我也认了。可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与叶晨哥哥结婚几年还不愿意委身于他。怎么，你觉得叶晨哥哥配不上你？你若真这么觉得，为什么不干脆与叶晨哥哥离婚，结束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呢？顾秋怡心里更是委屈，而她做梦也想不到，安成期已经在为自己真正认可的儿媳妇出头了。唐四海已经踏上了返程的货轮，正在海上不断向着华夏靠近。安成期做事一向快刀斩乱麻，他已经授意唐四海抵达华夏之后，就秘密去见萧初然。叶晨和萧初然这种畸形的婚姻，是时候彻底解决了。